各位朋友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什么叫做这个自取其辱啊？什么叫做自个儿这个找打呀？就是新加坡，新加坡最近这个也不是哪根筋搭错了，是吧？朝着反华的路上是越滑越远。结果呢，被中国的网友劈头盖脸的这一顿这个痛批啊，然后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都下场啊，看来这个事儿要成为一个外交问题了。结果呢，前两天我不说嘛，新加坡政府怕了，被骂怕了。然后呢，黄循财就出来说了，我们新加坡的国策就是墙头草，是吧？一看那个不对，我们就改。你看这人家自己说的一个改啊，结果呢还真改了。联合早报的总编也出来说了啊，我们并不是那个代表给阿莫的情书啊，有人说给阿嬷的情书，可是中国的那些记者都说给阿莫的情书，那普通话吧啊，南洋人念啊妈是吧啊。别管是哪个吧，反正是说那个文章不代表我们那个新加坡政府的意思，是我们联合早报的意思，那只是个人的见解。好吧，既然是个人的见解的话，那中国网友那就继续骂呗。还有一个叫吴俊刚的写了一个叫新加坡变印加坡了吗？说来自大国的一小撮人肆意无端攻击一个弱小的邻国，十足让其他小国寒心，当然也不会给中国的外交加分。那好吧，那就继续骂呗。中国的网友又说了，联合早报的这条推文堪称新加坡媒体近年来最滑稽的一幕啊！这段话每一个字都透着一股子既要又要的拧巴劲儿。先说大国的一小撮人，联合早报，你们在新加坡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不会不知道什么叫做一小撮人吧？如果真的是一小撮人，你们堂堂的官媒至于专门发一条推文来回应吗？啊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，这一小撮到底有多少人？用一小撮来矮化批评者，不过是想营造一种大多数人支持我们的虚假叙事。可惜呢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你们的评论区里翻车的场面删都删不过来呀。再说肆意无端攻击，什么叫无端？你们联合早报这些年是怎么报道中国的？自己心里边没点逼数吗？每逢中国有点风吹草动，你们的报道标题总是带着那股子阴阳怪气的调调。中国发展的好，你们说大国焦虑；中国遇到点困难，你们立刻切换到制度缺陷的叙事模式。你们对印度的报道倒是温情脉脉，对华人社会的报道却时不时的夹带私货。这种选择性的实名双重标准，中国的网友看腻了，批评几句怎么就变成了无端攻击了？你们可以批评中国，中国网友就不能批评你们吗？这叫什么逻辑？只许招无官放火，不许摆定点灯。新加坡的言论自由原来是单向的吗？最可笑的是弱小邻国这4个字，联合早报，你们是不是对弱小有什么误解啊？新加坡人均的 GDP 超过6万美元，拥有亚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，军事上与美国深度绑定，政治上在国际舞台左右逢源，这叫弱小吗？你拿着弱小当挡箭牌，想博取谁的同情啊？是想把中国网友正常的批评上升到大国霸凌小国的叙事框架里，然后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居高临下吗？这套把戏西方媒体玩了太多年，你们学的有模有样，可惜中国人民不吃你这一套。叫其他小国寒心，谁给你的资格代表其他小国的呀？联合早报，你们能代表新加坡人民吗？新加坡的华人占70%以上，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，他们的文化根脉与中国大地血脉相连。你们这条推文下面多少新加坡华人在评论区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啊？你们选择无视，现在倒好，直接把自己升格为其他小国的发言人了。东盟10国各有各的立场，各有各的利益诉求，你们凭什么替他们寒心啊？是马来西亚寒心了，还是泰国寒心了，还是印尼寒心了，越南寒心了？你们问过吗？没有，你们只是习惯性的把自己放在小国受害者的位置上，然后试图绑架整个东南亚的民意来对抗中国的批评声音。这种操作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碰瓷儿，不会给中国的外交加分，这是教中国怎么搞外交吗？联合早报，你们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你们是一家媒体，不是外交官，更不是联合国的仲裁机构。中国外交怎么得分，怎么失分，轮不着你们来打分。你们这条推文与其说是新闻报道，不如说是带着强烈情绪色彩的社论，而且是一批水平极低的社论。中国作为大国，一向胸襟宽广，从未与你们计较过那些阴阳怪气的报道，你们却得寸进尺，把中国网友的批评强行上升到外交层面，给中国扣帽子搞污蔑。这不是在讨论问题，这是在制造对立。
你们的配图用了一张捞鱼生的照片，大概是想展示新加坡的华人文化，暗示我们是一国人一家人，可你们的文字却在切割这种文化认同，把新加坡定位成弱小邻国，把中国定位成霸凌者。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表达恰恰暴露了你们内心的焦虑，既想蹭华人文化的热度，又想在政治上与中国划清界限，既想享受中国发展的红利，又想在国际舆论场上扮演受害者。联合早报你们破防的样子真的很难看。中国网友批评你们是因为你们长期以来的报道立场有问题，是因为你们的双重标准让人反感，是因为你一边享受着中国媒体的市场，一边又伤害华人感情的事儿，这不是无端的攻击，这是积怨已久的反弹。你们现在应激了，破防了，开始强行上升高度，把一场正常的舆论批评变成外交事件。可惜那套吓唬人的把戏对中国人民没用，谁是谁非，公理自在人心。联合早报与其在这里扮演受害者，不如好好反思一下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网友，甚至包括不少新加坡的本地华人，对你们的报道感到失望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你们早就不是那个客观中立的联合早报了，你们变成了一家热衷于制造对立、挑动情绪，在国际舆论场上刷存在感的政治化的媒体。而这一次你们刷过头了，中国人民不吃你这一套，新加坡人民也未必买你们的账。联合早报该换人了，好吧，再请一群那些反华的那些独轮运当你们的总编，你们这家报纸也就到头了。那现在呢，新加坡的政府啊，现在是有点要改的意思啊，给阿莫的情书上映了。我现在是在给阿莫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，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。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，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，在放开预售后1个半小时，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。很好看，从头哭到尾了，也很有亲切感。因为从小呢，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，就会讲潮语，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，所以就挺特别的。但是有听过我外公的故事，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，也是去过泰国，然后再到新加坡的，就会想到这是我外公的经历。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汕头去看这部戏，然后看了很好看，我觉得很好看，真的是一直在怀念这首。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，想到我父亲，我就说回来他在新加坡演，我以为是没有潮语了。还有，我当然要追着看。要看第3次，明天晚上看第3次。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给新加坡大人很多共鸣，因为我们很多祖辈都是从中国来南洋发展的。然后我觉得那些情感的东西，人与人之间的东西，根本是不需要太多解释跟包装的。它一出来了，观众就会感觉到导演跟所有演员的用意。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，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，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4公约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，反人类的本质，令人发指。这段极其黑暗、残忍的历史，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。令人警醒的是，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，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，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，大搞历史修正主义，极力掩盖真相，淡化、否认罪责。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，挑战以2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。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。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，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。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，坚决抵制。
新加坡接连上映了给阿莫的情书和揭秘日本731部队的纪录片这是从政府层面上来试图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了，是吧？好吧，回头是岸，现在还不晚，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聊。